美国很多都好，就是医疗跟税法复杂到令人想撞墙。今天要谈的就是两种机制，让你利用医疗开销来节税：HSA 跟 FSA。HSA 就是 Health Savings Account，医疗健康储蓄账户；FSA 是 Flexible Savings Account，医疗弹性储蓄账户。其中一个是很好的节税机制哦。欢迎来到 Embark Channel，我是 Lisa。美国医疗费用昂贵是大家都知道的。Flexible Savings Account 跟 Health Savings Account 是特别的医疗储蓄账户，通常要透过你的雇主才可以开。为什么要透过雇主呢？因为这储蓄是直接从薪水在课所得税之前就进去了，所以 FSA 跟 HSA 有节税的功能。你每年存到这账户里的所得，不但不需要课所得税，也不累积到你的所得去算你的 FICA 税。你越高薪，节税的效果就越强。假设你的年所得课税率是20%，那你用 FSA 或 HSA 支付医疗费所省下的就是20%。这么好，为什么不是大家都有？当然是有一些细节得注意咯。最大的限制是，这里面的钱只能用在医疗相关的费用上。你可以用它来付看医生的 copay 或 co-insurance 或买药或看牙医买眼镜都可以，但是你不能用它来付医疗以外的消费。现在有很多医疗相关的用品都会注明它们符不符合 FSA 或 HSA 的规定，方便你选购。Flexible Savings Account 呢，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限制，就是它是 use it or lose it，因为它每年到年底都会归零，所以你必须把这一整年存进去的钱全部花光，否则这钱是会退回去给雇主哦。OK，有的 plan 会给你2、3个月的 grace period 啦，但是如果没有花光的话，你的钱就会归零了。这是个特别的限制，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这是税局怕你把钱存到这 account 里面来避税，但是又没有把钱花在医疗上。你要不要参加 FSA？是你在每年的第4季，当你要选明年的医疗保险方案的时候，你就得决定的。这时候你必须要预计你明年大概会有多少医疗花费，因为你要注明说你每个 paycheck 里面要有多少钱进入到你的 FSA。由于 FSA 里面的钱是你每次发薪水才有一点钱进去的，所以假如说你2月份牙齿痛需要根管治疗，这时候你 FSA 才存1个月，钱可能还不够你用，所以你得不到它的好处。那到年底了，你 FSA 里面有一点钱了，但是你很健康，这时候你如果找不到一个合规则的地方把它消费完的话，你的钱就不见，就会归零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要好好充分的利用 FSA，你就必须要好好的规划，或者是利用往年的规则性的这些医疗消费来预期你明年的医疗花费会有多少。所以我说这 use it or lose it 的规则是一个一定要注意的短处。你有可能失去的钱多于你节省所得税的钱。Health Savings Account 呢就没有这个讨厌的限制了。HSA 是可以跨年累积的，它并没有一个年限，所以它是真的一个储蓄账户。有些公司还允许你投资你的账户里面的资金，投资所赚的利润也不用课所得税。限制就是不论你账户里的钱怎么成长，你就只能把它们花在医疗费用上。听起来很好吧？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开 Health Savings Account 哟。IRS 有规定，
只有 High Deductible Health Plan 的人可以存钱到 HSA 账户里面。High Deductible Health Plan 顾名思义，就是那一些有非常高昂的 deductible 的保险方案。也就是说，你医疗费用上会有高的自付额，所以你得考虑你整体医疗上的需求，以及 HSA 可能带给你的好处，来决定你是否适合一个 High Deductible Health Plan 跟参加 HSA。在 FSA 跟 HSA 之间呢，我们是选择了 HSA 跟 High Deductible Health Plan，跟大家分享我们3个思考因素，供你参考。第一，在 High Deductible Health Plan 跟普通的 Health Plan 之间呢，以我们家的医疗需求，对我们来讲，2个费用是差不多的，所以 HSA 就变成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很多雇主有提供 contribution， 就是参加 HSA 的话，雇主会投几百块到你的 HSA 账户里面，这算是多拿的钱 ，so why not take it？ 第二，存进去到 HSA 的薪水不列入你的所得收入，所以这些钱不算 FICA 税，也不用课所得税，所以当年就省2项的税收。最有节税的作用是3，在 HSA 里面的钱是可以投资的，所以它可以成长。那你所赚的这个利润，当你要拿出来消费的时候，它也是不用课税的。当然，你只能支付医疗费用。这里有2层的意涵哦。表面上，这存款是来帮你支付高昂的 deductible。所以用它来支付医疗费用，领出来的时候不用课所得税，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这么用。但有第2个意涵，我再说一遍，在 HSA 账户里的钱可以投资，所以它可以成长，而且成长的利润不课税。你如果把它当另外一个退休的存款账户，让这里面的钱滚利，到你退休的时候，这里面的存款可能就相当可观了哦。当然，你也得考虑到说，你的投资不一定会赚钱，有可能会 lose money，这是所有投资人都应该知道的。当你有医疗费用，将 HSA 里面领钱出来支付那些医疗费用的时候，这钱是完全不需要课税的。这很特殊哦。美国没有其他的账户是完完全全存进去或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课所得税的哦。你的 401k 或 IRA， 你到时候领出来的时候，那是算你的所得，是需要课所得税的。Roth IRA 领出来的时候不用课所得税，但是你存进去的时候，你就已经付了一笔所得税了。只有 HSA 是从进去到出来是完完全全不用被课所得税的，连常年累积的成长都不课税。如果你的经济情况允许你把它当做一个退休账户使用的话，尽量在退休前不要去使用里面的钱，让它一直成长，一直利滚利。这可是一个相当好的合法的节税的管道哦。不过 IRS 聪明得很，你每年可以存多少钱进 HSA 是有限的。但即使如此，我非常建议你去了解 HSA 适不适合你。薪水主要参加是挺容易的，因为透过你的雇主，你的雇主会打点好，确定说所有的规则都符合了，才会提供这个选项给你，所以你参加不会有问题。自由工作者买 Affordable Care Act 保险方案的人呢，就要小心点了。你可以问问你的州提不提供符合 HSA 的保险方案。你不确定的话，就不要开 HSA 的这个账户。因为如果你不符合资格，但仍然存钱进入到 HSA 的话，哪一天 IRS 知道了，你可是要付罚款的。希望你没有听得不飒飒。简单总结，除非你可以预期你明年的医疗消费
在什么时候会有哪些医疗花费，否则避开 Flexible Savings Account。如果你的雇主提供 HSA，花点时间去了解他所伴随的这个医疗保险方案适不适合你目前在医疗上的需求。如果是的话，那再去了解 HSA 适不适合你的长期计划。OK， 欢迎各位在留言中分享合法的节税办法，请订阅，给我个赞，拜拜。